大家好，我们这节课呢要学的是乱瓣牡丹的画法啊，也很多人呢管它叫皇冠啊，不管是什么叫法也好，我们主要目的呢还是要给它学会啊，学会了这种画法之后，把这个花头能给它表现出来至于别人怎么叫都没有问题啊。好，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用的颜色啊，今天用的颜色呢是玫瑰红、曙红啊，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、花青4个颜色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一下怎么调色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大家看到也是我镜头下方是一个斗方啊，这个斗方是多大呢？我把4尺整张的纸啊，给它裁成了横向，裁成了4等份，然后又对折，就形成了这么大的，是34.5见方啊。我为什么这样裁呢？目的就一个，就希望大家呢能知道这个花头画多大的。越小越有比较，也好比较。好，先说一下调色。把这个笔呢浸透了之后啊，给它刮刮，刮到不滴水了，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调得非常非常薄，到什么程度？往上拨一点，然后呢调，看啊，就拨这么一点，然后调满笔啊。给它这么蘸调，调完了之后呢，纸里的颜色呢是很少很少的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纸里的颜色呢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很淡很淡？这样就行了啊。咱们呢，如果是调不准，你就拿个别的纸来试试啊。看调出来是什么颜色。好，很淡很淡之后，我们再来笔尖处啊，来一点点，就是这个玫瑰红啊，就这么点。好了，这就行了啊。然后曙红呢，也在笔尖处少调一点啊。胭脂呢，我们暂时可以不调，这已经就有色阶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画。怎么画呢？碎瓣啊，咱不说乱瓣了。所以你要画的没有规律才对啊，不要让它有规律的去画。我们在这纸的上半部分来画这个，把这个花头呢正好分出上下2段。画小花瓣啊，不要用笔太均匀。好，也是要有空填，你看啊，这个空填的时候也不要让它有规律，往下填啊，看是不是越来越浅了啊？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浅啊，很清淡的那个感觉啊。别着急啊，那么画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，调色一定要慎重一点啊。好，来。再来调啊，也是很淡很淡的，很清淡的，调一点啊，拨过来，拨到笔里啊，然后呢，笔尖调一点玫瑰红，再调一点曙红啊，这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在它的下方这个也是小碎瓣啊，都是走的小碎瓣。就不要太有规律了。好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再少来几笔啊就行了。还是再像那么调啊，
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，不要调的太猛了，就把这个花头呢调的这个太浓艳了啊。现在我们要的是清淡啊，让它清淡的感觉。啊，这块有空呢，可以给它添上。这个呢，就像一个小花头一样，就给它起笔就出来了。我们是不是感觉啊，已经是挺淡雅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然后我们再画下边部分。下面部分我们要逐渐的给它加浓啊，先不那么直接加，我们要什么？逐渐的加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怎么加？我里倒点水啊。这个调色是个硬功夫，特别重要啊！所以呢，咱们首先要把调色这一关过了，你才能把所有的花头给它画好。有的人呢就着急啊，刚画就想画作品，基本功不练那是不行的，那画出来作品啊也没有效果。然后呢，我们笔尖呢来点胭脂。好，现在开始呢，我们要画深颜色的部分。深颜色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可以给它留空啊，看留空。为什么要留空呢？啊，也是为了让它出来的层次自然。咱们都知道，咱们的画法呢就是留空填画法。上面为什么不用留空去画呢？也留了，但是少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太浅了，留空呢也出不来效果。啊，这个留出来一个空，我们给它填上，里边还是填空啊。每填的空里边都出层次。这个空呢，我们给它这么填，继续啊，也是让它为了出层次。让它们之间啊渗透一下，这个呢略微加重一点，这也是啊，它过来，让它有一个加重的感觉，是吧？然后越来越重。大家把这个花头学会了啊，就能演变出来好多种的这个花头的画法。就是根据它啊，就能画出来碎瓣的花头啊，千层瓣呐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花头啊给它学会啊，然后呢继续往下添，越来越重啊，要给它这个感觉。好，还是然后我们这种添笔的方式的目的就是让它什么有层次，是吧？让它底下啊出来的也是那种啊，这回呢再重一点，再加重一点啊，给它深颜色再镶嵌进去。花心处啊再来点，不是笔尖处啊再来点胭脂和花青啊。好，这回呢让它的颜色更重了一些。我的每一笔呢都不是直接填上去的，是为了让它这个出什么多层次的效果。
啊，这个花头呢，其实已经快画好了。好，这回呢，在它的旁边啊，也是笔尖要稍来一点这个花青。在它的上边，我们要再来几个花瓣啊，给它陪衬一下就行了。也是啊，我们每次画的时候都不给它直接填，而是让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层次感。啊，为什么叫它皇冠花头？实际上它是有点花王的意思，所以这个花头呢，必须得画成雍容华贵的感觉啊。啊，这朵花头差不多了，快画完了。然后吸点水，让它变淡。为了是跟它融合啊，只在笔尖处来一点胭脂和和曙红啊，在它的下方。也是，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我看一下啊，哪块还需要花瓣。啊，不要让它圆，怎么办呢？这一笔探出来，啊，这样就打破它俩的这个形状上的类似和平衡啊。然后我们在上方越来越浅啊，吸水，让它越来越浅，给它融合进去啊。它两个颜色呢，不要过渡太急。好了，这个基本上就行了。然后这块来几笔，就是过渡自然就行了啊。这已经比较自然了。好，它俩就不对称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面是这样的，然后这朵花头啊，就是比较多大，给大家量一下啊。这样呢，咱们根据这个块儿也能掌握这个花瓣大小和花头大小。这个是24啊，长短呢也是24啊，挺正好啊。好，然后呢点蕊，我呢稍微拉近点距离啊，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点蕊。点蕊呢，这个就要点的小一点啊，就不点那么大了，也是要分组啊。然后呢，别点的那么齐就行，也是你看啊，点的小一点，然后是乱点啊，点蕊是乱点啊，不是要它那么齐。你就是点的时候，给它都分布一下啊。然后呢，有碎有整，中间这个要稍微集中一点，
要不然显得太零碎了。也是不能分布太均匀了，让它有的地方呢中间的稍微重一点，有的地方是近啊，有的地方是远就行。好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啊，上面呢点点点儿。啊，这个看上去呢，这个花蕊啊，就是镶嵌在里边乱乱的。我们本身这个花头给人感觉就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它的瓣呢很多很乱啊，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有点千层瓣的这个感觉了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这样的花瓣的层次感呢，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你填空的时候啊，这个留空的时候啊，把它留出来小的空隙，然后再给它填进去，它就容易出这种感觉啊。好，咱们这节课呢啊，把这个乱瓣花头啊，给大家就讲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一个深颜色的，根据这个花头的画法，我们引申什么千层瓣啊？这样的话，咱们大家学起来就是啊，会多学一点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加深一点啊，咱们别都画一个颜色的啊。这回呢，我们先画一个上面就给它加深一点啊。上面我们给它调的时候啊，调成一个薄薄的玫瑰红，但是不像那么薄了啊。我们略微呢要给它深一点。好，然后呢再曙红给它调在笔的1/3处，再把胭脂啊调在5毫米啊，5毫米之内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先画上面部分。上面部分这回呢，我们要画出千层瓣的感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回要画的让它有一种什么，也是这样碎瓣的，有一种瓣更碎更小啊，所以要长短比，看啊，我们这个瓣呢更小了。然后呢，让它呢也是有大小笔的结合啊，让它再小一点。要想表现千层啊，笔法就是再小一点，再来一点颜色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碎碎的还看不出来什么啊，然后接着再往上摞啊，先不管，我们先把这个外围啊给它摞上去。外围呢就逐渐花瓣给它加大，不能都是那么小的花瓣啊。好，现在这里边啊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都是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填这个空。这时候我们把笔呢加深，我们要画一个深颜色的啊，所以这时候把笔就加深了啊。加深到什么程度呢？要调花青。好，把花青调一下，这笔里颜色啊就变重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填这个深色的空。原来我们都是填浅色的空啊，这回呢我们就要填深颜色的空。怎么填呢？我们这个深颜色的空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让它有层次。你就这么填就行，往里头填这个空，填空的同时它就出来层次了。这个空呢就是也是乱瓣的感觉啊，外边呢多少让它有一点什么花瓣的张扬的感觉。这节课呢大家一定会感觉比较难，但是呢画好了之后啊，你的牡丹呢会多了一个感觉，
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加这一课呢？就是为了让大家啊学的更多。好，把这个外边的都给它添上。添上之后，我们看看还缺什么啊？现在这个花瓣看上去呢，就是比较碎，比较多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花瓣呢，就是有花心的了。我们刚才画的那个是没有花心的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就让它有花心的。外边呢，再来几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。这个呢，给它张扬上去，让它变得大一点。很多人画的千层瓣呢是没有结构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千层瓣呢是有很明显的结构感的啊。有的人画的千层瓣呢就是乱乱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啊。但是我们画的呢要求就不一样，我们要求这个既让它啊有这个碎碎的花瓣的感觉，但是还要让它有什么？有很多很多的层，一层压一层的感觉啊。好，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了。我们在它的外侧啊。方向再给它，为什么要扬上去一个大的？这个，因为呢都是碎碎的啊，让它有一点整的更好一些啊，要不然呢会显得这个花头太乱了啊。这个比较重要啊。外边的修饰非常重要，看这个也是，可以再来一个嘛，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整个这个花头的上方，我们看到了就是比较张扬的大的花瓣，然后下方我们还是用深颜色啊给它填满，下方也是深颜色的花瓣，对不对？深颜色的这个不是呀，是千层瓣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现在下方啊就给它留空啊，这回是留空，留空是横向留空，我们是为了让这个花头啊层次感特别多，加深啊，加深，往加深了啊，笔的啊一半笔肚处啊调上胭脂，然后花青调在10毫米，颜色很浓重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画外围的。让它这个外围啊，先给它画出来，然后下方向，这目的是为了让它什么？不是一致的。这是外边的啊，大的花瓣得有啊，不管你怎么画，外边不能没有大的花瓣。好，然后在它的外侧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大一点的花瓣，这个呢，让它变成一个翻瓣啊，这个感觉，这个也是，也可以给它变成翻瓣的感觉。好，这回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添啊，这回这个添就要小笔触的去添啊，外边的花瓣出来了，那么里边的填空啊，就是要千层瓣的感觉。给它融合一下啊，因为有点干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稍微把它这个笔肚啊吸点水，然后呢，调点深颜色。深颜色啊，胭脂花青，补了一点曙红。为什么要补一点曙红？要笔肚处吸完水之后，它就没有颜色了。底下颜色啊，我们要给它重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底下一层一层给它添上。这回添的层次一定要丰富，所以呢，要小笔触去添啊，笔尖这样滑动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要留空啊。留小空，
看到没有？千成瓣嘛啊，所以呢，你要留成小空啊。好，这种留空呢，我们在填的时候，笔尖要来一点深颜色，然后我们再填空。这个空每填一个空，都是会出一个自然的笔触的。一定要控制水分，如果你水分控制不好，这个感觉是出不来的啊。把白点的地方要盖住，这个笔干一点都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是小笔触啊，可以笔干一点都没事儿，都不会出现啊拉不动笔的现象。它一挪动就到头了呀，是吧？好，把这个白点部分盖一下。因为我调的颜色比较浓啊，它不延展，这笔呢始终没有探出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在下方看一下啊，下方还需要哪里？这一笔呢，给它提上去。我刚补完水啊，会反光，润润的啊，是吧？啊，然后这一笔这是小笔触，给它填上。下面这个部分这是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给它画圆啊，所以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在它的外边，然后填啊，还是要填。这块也是在底下啊，填一个花瓣，不让它圆就是。这基本上差不多了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给它提上来，让它变成它后面的。好，两边别让它接上，这个呢变成它是翻的，不让它接上啊，接上就不对了。好，这回呢两边呢它就不那么一样了，然后它这个可以再翘上一点，你看，哎，这不就出来一个下面又一层的感觉。好，这朵花呢我们也画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呢我们把蕊给点上。这个蕊呢我们也是要给它点成，要略微有一点乱瓣的感觉。啊，有的人画的千层瓣呢，就是非常长啊，那倒不用。千层瓣的牡丹也不一定都特别细长啊，我画的呢就是偏圆一些。你也可以加长，哎，加长两下子啊，在这底下，要不然哈，大家会误会这是太圆了。我加一点啊，就加一点就行，在这下方加两瓣，它就不圆了。是吧？好，啊，这样的就可以了，它就不显那么圆了，是吧？会显得这个花瓣啊更拓展一点。每一笔啊都得让它有个层次感。好，然后点蕊。我们这么画啊，会比那个
一笔一笔去描的，快多了。这个填空画法适合于任何一个小写意。能画出来弓箭写的感觉啊，就是这个填空画法，而且还显得自然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在外边要给它来一点乱瓣，所以这个点蕊呢，跟那个乱瓣牡丹点蕊还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给它外边点点蕊，但是呢，还不失它的中心。这个呢，就要点上雌蕊了啊。然后外边来一点什么点儿，好，中间有个中心，然后外边呢有点这个点状啊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让它对称啊，这边略微呢再出来点，这是为了防止它对称，要不呢两边有点对称了啊。下边也是。好，中间呢我们稍微给它来点雌蕊。这样呢，一深一浅啊，两个花头呢就画完了。好，然后这节课呢，我们就上到这里。